难民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在照顾弃婴，接着集成药房涂开针来看我，说：“你上半天连打几个电话找我，究竟有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现在新辟一处专注病婴的医疗室，隔离疾病的传染，中药由同寒春药店免费供应，西药我搞不清楚价钱，我想请你们集成药房平价供应一切药品。”图氏很豪爽地说：“全部药品由我免费供应2个月，满了2个月，我再叫别家药房来继续2个月。现在战争方开始，大家今天不知明天事，钱有什么用呢？”说罢，他就和我握手而别，我连感谢他都来不及。坐在旁边静观的那对夫妇见我处理事务这样迅速干脆，夫妇俩耳语了一会儿，就对我说：“你刚才说缺人缺钱，我觉得人的一方面你应付有余，钱的一方面我来出一分力。”说毕，当场开出一张麦加利银行1万元的支票。当时外面捐款的虽拥挤非常，但都是3元5元的，最多的一人不过500元。我对他捐出这笔巨款真是感动。接着我问他尊姓大名，他坚不肯说，并且说：“不要问我姓名，只是要求你一件事，我们夫妇没有子女，现在想领养4个婴儿，你可否答应？”我说：“照堂里规矩，领养婴孩以1名为限，多则恐怕别人拿去贩卖。你地位不同，当然不会做出这种事，但要补一份店铺保证书，你的身份可以不必暴露。”他们夫妇欣然而去，不一会儿把保证书拿来，并且很精细地花了2小时，选了4个五官端正、面目清秀的婴儿，每人抱了2个，欣然而去。后来我和这对夫妇成了好友，不过相见之时绝对不提领养孩子的事。我到香港有一次在沙田碰见他们夫妇，身旁只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。他的太太笑着对我说：“这是我生的最小的孩子，由美国回港度假，其余3个都在美国，2个得到博士学位，1个正在进修硕士。”我当时就向他们道贺，别的话一句不提，大家只是做了一个会心的微笑。第一天收捐款的结果，除了那对夫妇的1万元之外，共收到4000多元，小铁床700多张，排列在门前街边，白布200多匹，志愿来参加工作的中西医生有10多位。我对张主任说：“一切都如愿以偿，明天起我只出主意，不再到堂办公。”张主任说：“还有2个问题，这些白布如何改制成床褥一批和尿布？而且现在收到的弃婴，除了被人领养出去的以外，还有700余名婴儿，每天要换上4块尿布，700名就要2800条，洗涤大成问题。”我说：“这问题可以打电话给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温国勋，征求懂得缝纫洗涤的妇女来担任这项工作，每天给他们1块钱薪酬。”张主任照着做，事情也就解决了。陆礼华说：“现在捐款的情况很好，应该每天到电台上去报告一下，以招信用。”我说：“你的见解很好，如果连续10天如此，大可以把一部分旧楼改建新屋。那是育婴堂4周的邻屋，还有几座也属于仁济善堂的产业。住着的人见到育婴堂的尿布每天有2、3千条，比扯万国旗还多，而且等待晒干。这些尿布虽说已经洗过，但经过曝晒，秽浊的气味仍是日夜不散，都向仁济善堂请求义务迁居。”我叫张主任从速接纳他们的意见，因此又收回了4幢空屋，
于是运用捐款，把一部分旧屋拆除，改建新屋。同时，我们还得到生生护士学校的合作，由该校长期派出护士学生来接替女童军的工作。这么一来，育婴堂就面目一新，大非昔比了。人人遭难，事事为难。上海妇女向战士献棉衣。我是上海的一个市民，无党无派，非军非商，所以见闻有限。我写述的安置难民和收容弃婴的情况特别详尽，绝不是炫耀自己的才能，因为当时的上海人各就自己的本位，万众一心，抢着去做各种后方工作，如民食问题、伤兵问题、急救医院和供应前方物资等，大家不求名不求利，在仓促间各尽所能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我遭遇到困难，当然别人也同样遭遇到困难。至于后来遭受到敌伪方面的压迫，别人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虽然着重是讲自己的几件事，举一反三，也可以反映出当时无数人民的苦难情况了。